进来说话。多尔少爷，我不方便进你的小公馆。我不是找上门来胡搅蛮缠的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面谈。这是你要替你父母借钱应该有的态度吗？啊？怎么我倒是觉得像个债主上门来讨债的？我不想和你吵架。我知道你手上有一些私房钱，可以先借我用用吗？算我求你了，哪怕下半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童玉婉，你真觉得我要你为我下半辈子做牛做马吗？啊？我只是想要一个肯为我着想、知道我想要什么的太太。多尔少爷，只要你愿意帮我阿玛额娘，我答应你，无论是1个红雨，还是3个、4个、5个，悉听尊便。我太太真的很大度，什么都无所谓。那好，就这样吧。我不会辜负你的一番好意的。钱我是不能借给你，像你说的，我会讨好几房的姨太太，我钱不够分，我怎么可能借给你呢？小姐，红雨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云堂，你刚刚怎么说？啊，对不起，允堂，我刚才吃醋了，你不要怪我好不好？你快去看看二少奶奶吧，她也是女人，她也会吃醋的，她也需要你。不用了，她根本不需要人去照顾她，她比男人更男人，她根本不需要一个丈夫。小姐，你不求姑爷了吗？玉婉，回头，你快回头啊！只要你回头，再求我一句。我要回童家，至少要让那些债主知道，杜家没有抛弃童家，我们家会有一线希望的。我相信父亲不会真的撒手不管的，能拖一颗是一颗。童玉婉，你宁肯让我多娶几房姨太太，也不愿意去照顾一下我的感受。云堂，你是利用我来刺激他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过没关系，云堂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哪怕做你爱情的头谋犯都没关系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，行吗？红雨，听我说，等会儿我把你送到医院去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你想打发我走，就因为童玉婉她没有满足你这颗男人的自尊心，真是没有想到，我这么崇拜的杜二少爷这么脆弱。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反正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走吧。
请你不要走。我在赶时间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你站住！臭女人，最好收起你的臭脸。我们不是姑爷，不要在小姐面前装柔弱、装可怜。想想你在我们面前暴露的粗野，你简直就是个骗子！骗子？哼，我是没有底线，但是那都是因为我对允堂的爱情。我说童玉婉，你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，怎么就不懂得让爱做主的道理呢？你就非要等到封建的一纸休书，你才肯让出杜允堂身边的位置吗？贱人！有你这么欺负人家太太的吗？你们打我好了，我还真就不怕为了爱情再次遍体鳞伤。你没有资格谈论爱情。小姐说了，爱情首先是一种善良，而不是欺骗。素汐，别废话了，我们快走。哟，你还怕了我了？童玉婉，你真是可笑啊！你说你一个弃妇，还敢教我什么是爱情？啊，对了，我还差点忘记告诉你了，昨天晚上，我已经住进了平聚小院。我想，你也知道吧？那儿不仅仅是一套房子，而是杜允堂心里最最私密的空间。以前那个地方只住过我姐姐清平，现在我是那儿的女主人。童玉婉，身为杜允堂的妻子，连只脚都没踏进去过。姑爷真是瞎了眼了，看上你这种烂女人，你配不上他的真心真意。允堂的事情，还真用不着你们操心了。我只是想告诉这个人，允堂已经彻底的对你死心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杜允堂的幸福生活了，好不好？这话轮不到你说，有本事让姑爷亲自对我们小姐说。这当然就是杜允堂他自己亲口说的，而允堂呢，只是同情你娘家快破产了，不忍心亲口告诉你罢了。红雨小姐，我童玉婉不稀罕这种廉价的同情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们所谓的爱情。童玉婉，你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你不许抵赖啊！千万别半途而废啊！妈，玉婉，喂，股票，尽快帮我凑齐所有的现金。要是有必要的话，平聚小院也可以卖掉。我要去救童家。站住！今天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绝不容杀母仇人踏进童家半步。我周明昌可不是吓大的，我就是要强行闯进童家，看你怎么办！我想知道，到底是你的手快，还是我的枪快呢？杜允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并不是真正的债主，你只是拿着他们的代理权。
我现在要谈的是童家的债主，还有，你刚逼死了我岳母，要是我一不小心，开枪把你给毙了，到时候我相信我可以从轻发落。你别忘了，之前那个车牌的事，我可不是一个那么好打发的人呢。国票，给我算一下那些债主，童家到底欠了他们多少钱？我想知道。因为多少钱，你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逼死一个人？童家只不过是欠了一点点钱，我们杜家怎么可能不帮呢？嗯？这里有些支票，谁要想拿，都可以过来拿。但是，你们拿了，记得要替我的岳母偿命。都不拿了吗？好，我还可以再给你们另外一个机会，就是投资到我们杜家的靖邦街码头重建计划。要是到时候码头建成了，我敢保证，进出站业务费、停泊费将不会是一个小数。到时候你们能得到的利益，可以超过银行给你们的利息30%。还可以以杜家的资本做保证，每年收益率至少保证16%以上。还有，前3名签约的，我还可以多给他们1成。要是这样还不满意的话，我杜允堂绝对奉陪到底。赵老爷，这支票能抵债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要是你眼睛不好使的话，我可以一张一张的念给你听。我眼睛好得很。看得出你头上直冒绿光，居然还有脸冲老大提让人还钱，这是上海滩第1滑稽啊！你说什么呢你？这事你治，我治，他治，还有我儿子周廷琛，他最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童家老太婆就是被这件事揭破了老脸，才自杀死了。周明昌，你最好马上给我跪下，向我的岳母磕3个响头，否则我把你的脑袋打成浆糊。我打死你！我杀了你！打死你！玉婉，你冷静一下，想清楚了，对付这种下三滥的人不值得。一切我都安排好了，记者不会来了，警察马上会来，维持秩序的。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杜云堂，我在你门口苦苦哀求你时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现在再赶来还有什么用吗？玉婉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为什么不早一点来？非要问曹胜算，让童家受尽屈辱，山穷水尽，赔上我额娘的性命，你才肯出手吗？那一天，我送周廷琛翡翠屏风，只为给他买一条活路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无话可说。你走。
我这有张20万的支票，这笔钱可以帮助童家东山再起，弥补我对岳母之死的愧疚。这张支票能让我额娘再次站起来吗？玉婉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你额娘走了，可是我们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的活着呀。姑爷也是一片好心，你得向他道谢道歉。以后要恪守妇道，这些事本来就是你有错在先嘛。阿妈，不要你管。你这是和阿妈说话的态度吗？这个钱我收，你应该向他道歉。杜允堂，你知道我额娘是怎样的人吗？岳母她雍容高贵，刚正不阿，跟你的性格很像。我额娘一生骄傲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。她生前我没能为她雪中送炭，死后我想尽一点女儿的孝道。如果你不想让我终身愧疚，就请离开这里，不要再打扰他了。玉婉，我走。哎，你。哎呀！小姐，姑爷还在雨里站着呢，浑身全都湿透了。小姐，你要真对他死心了的话，就让他在外面冻死淋死。你要是对他还有一点情分，就给他送一次伞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拿了人家20万，你总不能让姑爷一直站在雨里吧？允堂，别担心童家的债务了，拿着，这是20万。红雨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别问了，是我跟一个朋友借的。是李少峰借给你的吧？你故意打扮成清贫的样子，去跟李少峰借钱，是不是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爱你，允堂。哪怕是向你的情敌借钱，只要我相信我能帮到你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。红雨啊，红雨，你不去做演员真是太可惜了。这场戏可真精彩。童玉婉，你知不知道红雨扮成清贫的样子，是为了帮你家借钱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他来帮我家。那今天下午，你母亲为什么会突然来到童家，目睹我家所有的不堪，将我额娘逼上绝路呢？童夫人死了，我不知道这件事。二少奶奶，请节哀顺变。你闭嘴！别在这假惺惺的演戏。你带人来的时间怎么会那么凑巧？这不就是你的手段吗？够了！害得你额娘自尽的是周明昌，不是他。
他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。你怎么能说我和周明昌是一丘之貉呢？是，因为我们出身低微，我是养女，我流浪过，挨过饿，骗过人。我知道，你们都以为门第可以决定一切，可是爱情和门第无关。童玉婉，你没有资格侮辱我对玉堂的一片真心。真心？你有真心吗？自从你遇见允堂之后，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都做了些什么？你自己知道，你的良心都没有了，还奢望真心？即使我对全世界都狼心狗肺，但是我对杜玉堂这个人也是毫无保留的掏心掏肺。童玉婉，这个你做得到吗？你做得到吗？玉堂，童玉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说过不会给任何人伤害我的机会。童玉婉，我能体谅你现在是丧母心痛，但是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，授人以柄，一味的去责怪别人有用吗？难道你的不幸都是别人造成的吗？我有错，我自己会认罚，但也请你用脑子，仔仔细细的想清楚，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针对他呢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针对他，我知道你对所有人都好，但是你能不能像胡宇之前所做的，对我，你的丈夫，永远全心全意？你能做到这点吗？那你呢？你有没有真心对待我？可你真心对待的是周廷琛，他值得你把翡翠屏风送给他，是不是？童玉婉，你看清楚了，他出卖了你，把你害成这个样子，把你额娘也害成这个样子。杜云堂，你这些话句句见血，你想我也自尽死在你面前吗？你若还有点良心，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出现在我面前。玉婉，大夫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童老爷，她现在有喜了，只是劳碌忧思，有流产迹象，千万不可大意。谢谢大夫，这边请。谢谢，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总算有了一件喜事啊！哎，素汐啊，赶紧去杜家报喜啊！哎，阿玛，不要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不要太任性了。这孩子毕竟是杜家的子孙呐。可是我的真切已被杜家质疑，我不想连同我腹中的骨肉也被他们怀疑。哎呀，那你就想办法，让你自己和孩子不要受到伤害。可我回到杜家，就用那种我最不屑的手段去争去夺。等到孩子出世之后，会不会像当年的允堂一样，被母亲寒了心，一辈子对感情都没有信心，没有安全感？不，玉婉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不会是第二个小允堂。父亲，父亲，玉婉呐，我愧对你喊我这声父亲呢。
是我害死了亲家母，是我没有实现我的诺言。玉婉，我对不起你。父亲，别这么说。玉婉理解您的苦衷，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。玉婉，我明白你心里面的痛苦，可是你要振作起来。你以后走的路，不仅是为了你自己，还有你肚子里面的孩子，我未来的孙儿。我很不希望我的孙儿一出生就像若欢一样，没有父亲的疼爱。可是父亲，玉婉，父亲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允堂，老天爷，我红玉从来不认命，但是这一次，求求你，一定保佑允堂。只要允堂没事，你怎么样对待我都可以。求你了，老天爷！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我希望太太能把红玉当做杜家的奴婢，我只求能够朝朝暮暮照顾允堂少爷。好了，你跟容妈到府上各处去认认门吧。恭喜红姨娘，太太让你进门了。红玉，谢谢太太。不过，我还是很担心允堂。他昨天淋了2个小时的雨，高烧到现在还没有退。什么？淋了2个小时的雨？怎么回事？允堂少爷，他想祭拜童夫人，可是却被二少奶奶赶出了灵堂。这个痴心的人啊，他就是不肯走，他傻傻地站在童家大门外，淋着雨等二少奶奶。这件事童玉婉知道吗？他知道。太太，二少奶奶回来了。自从我嫁到杜家，就一直很努力的要做个好儿媳妇。无论有过多少误会，我发誓，我童玉婉从没做过愧对杜家的错事。那就是我这个做婆婆的，允堂这个做丈夫的委屈了你，虐待了你，逼得你闹得满城风雨的吗？我额娘已经用她的一条性命，替我洗清了所有的流言蜚语了。我本来应该为她守灵的，可是老爷的用心良苦感动了我。可笑，居然打着老爷的旗号来威胁我！你现在给我跪到外面去！
想清楚了，你错在哪儿，再回来跟我说话。我不能跪。童玉婉，你太嚣张了。我之所以回来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身孕。父亲说，为了孩子，我必须回到杜家。你再说一遍。母亲，我已经怀了允堂的孩子。容妈，太太，马上去请大夫，一定要请给我们家看了30多年病的老大夫，嘱咐他一定要说实话，快去。是，太太。恭喜您了，二少奶奶，您确实已经有喜了。从刚才的脉象来看，您有2个半月的身孕。谢谢您，医生，请您慢走。送客。请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这2个半月之前的事儿还历历在目呢。那天玉婉跟允堂吵架，之后就去找了周廷琛。哎呀，回来以后这小两口就磕磕绊绊的，一见面就跟乌眼鸡似的。这个孩子，莫非就是那个孽种吗？大嫂，这样昧良心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我记得二少奶奶在4个月前跟二少爷卿卿我我的，但那以后就没在一处，是不是大夫搞错了？只怕是医生没有搞错，是玉婉你搞错了吗？怎么能让这种孽种当成我们杜家的嫡孙呢？允堂知道真相，是不是他的孩子？他最清楚。从来这个红杏出墙的女人呐，就会用拖字诀。你们颠倒黑白。童玉婉，我恨不得让允堂一纸休书扔在你的脸上。即便如此，我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不会听几个长舌妇的闲话，就冤枉了名门望族出生的儿媳妇。荷花太太，叫她的丫鬟素汐过来对质。是。素汐，大少爷，你可不要欺人太甚！小心我告诉太太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看你，大少爷喜欢你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这是给允堂熬的，还是给你家二少奶奶熬的？这是给我们家姑爷熬的。哦。火候过了，走味儿了。火候好着呢。你看你，跟你说你还不相信，不信你尝一尝，火候肯定过了。尝就尝。这有点早了，辣得很。这火候真不对吗？你看，大少爷跟你说你还不相信，跟你家二少奶奶一样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素汐，大夫说你家小姐怀的是孽种，太太叫你过去问话呢。什么？你们胡说！这么欺负我们家小姐，我告诉你们，
如果这孩子要是孽种，也是你们杜家的孽种！住手！现在还轮不到你打的份儿。哼，苏西，你现在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2个半月以前，童玉婉去见了周廷琛，他们2人到底有没有私情？太太，我家小姐确实见了周廷琛，可是没。苏西，怎么了？苏西，说话呀，说话呀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说不出话来了，也太突然了。这孙悟空的72变也没你变得快呀。母亲，苏西可能得了疾病，您快找大夫给她看看吧。到底是世代的贵族人家，掩饰丑陋的招数，可比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可高多了。就连一个小丫头也会公然有装聋作哑的本事，可真不简单啊！母亲，好了，你的贴身丫鬟的哑病来的真是时候。既然不能开口说话了，荷花，把她带下去吧。是。不，母亲，她可能真的吃错东西了。走吧，苏西，童玉婉，母亲。童玉婉，如果你现在承认了，我最多让允堂给你一纸休书。如果你不承认，流言蜚语要是传出去，你额娘真的就是白死了。母亲，那天我回到杜家，是允堂暴怒，他强迫我的。放肆！你不会再说你的丈夫品行有问题吧？啊？强迫你？作为一个妻子，竟然说自己的丈夫强迫自己？你配做太太？你配做太太吗？你是在为你跟周廷琛在狡辩吧？只有允堂知道真相，他一定会给我证明的。允堂，允堂，开门啊！允堂，替我说句公道话，还我清白啊！允堂，允堂，你让开，我要去见允堂。允堂是不会再见你了。有什么话说吧，我会告诉他的。你不配！我要去见允堂。哎，二少奶奶，你也不是平凡女子，敢做就要敢当嘛。听我一句劝，你就认了吧。认什么？你以为我不屑于争辩，就可以随便血口喷人吗？哎，允堂，允堂，你这样大叫大嚷的，10个允堂都被你吵醒了。他不是没听见，他是不愿意看见你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二少奶奶，你也是大家小姐，何必学小门小户的弃妇，哭哭啼啼的不肯走呢？趁着现在还有些个面子，赶紧上车回娘家吧。是啊，再晚一些，怕是要被人拿扫帚给扫出大门了。我以我额娘的名誉发誓，我童玉婉如果做过苟且之事，天打五雷劈！杜允堂，在你还我公道之前，我绝不离开杜家，谁也休想赶走我！
干的？谁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受苦，跟我走吧。我额娘的鲜血，就是王母娘娘华夏的银河。你我这辈子，注定只能遥遥相望。如果你过得幸福，如果他真的把你捧在手心上爱护，我不会来找你。但是他们侮辱你、践踏你，你额娘在天有灵也会心碎。她还会让我来保护你，给你值得拥有的一切。廷琛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他受的苦，他一定有办法知道。如果他当作像一个没事人一样装聋作哑，只能说明他爱你不够深。他装聋作哑，只能说明杜运堂他不爱我。玉婉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该让翡翠屏风变成别人攻击你的把柄，我不该放手把你交给杜运堂。别说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命运。跟我走，放下一切，跟我走吧。我会实现当初的承诺。从此我周廷琛只为你一个人活着。廷琛，我们是不会再有同行的机会了。你离开才能安全，我就在这里祝你平安。玉婉，就算走到天涯海角，我还是忘不了你。我走得越远，想的就越深。廷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在所有人都侮辱我、给我泼脏水的时候，还能这么珍重我、信任我。可是我真的不能跟你走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我哭过，但也笑过。我曾经喜欢过杜运堂。你曾经喜欢过他，可是他现在背叛了你。玉婉，你可以再考虑考虑。3天以后，我还在这里等你。你只要尊重自己的意愿就好。
那你多保重自己，千万别泄露了行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雨的破绽，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很蹊跷。有了这个，你也可以在杜允堂面前揭穿红雨的鬼把戏。听着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苏西，苏西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保佑苏西好精神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他中毒了，需要洗胃。什么？交50块钱吧。50块。啊，好，别谈了啊！你交了钱也没用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看就不是他的亲人，病人动手术需要家属签字的。我是他的未婚夫啊！我。吹牛吧你！长那么漂亮的姑娘，会找像你这么个窝囊废啊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。哎，得，你打住吧，打住，好吧？我没兴趣听你什么梦。你非听不可。哼，我梦见你因为见死不救被解雇了，把你扔到大街上的那个人，就是我的老板杜允堂。哦，你是小古神的人。好，马上抢救，快去！哎，透露点内部消息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快去！哎，走。苏西啊，苏西，你赶快好起来吧！啊，没你骂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！快好起来吧！苏西，母亲，童玉婉，你把整个心思都给了一个丫鬟，你怎么就不想一想，去看看你的丈夫允堂，他病成了什么样子？就你这样不识大体，你根本就不配做允堂的太太。母亲，在我心目中，苏西不仅是丫鬟，她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姐妹。我照顾她，就像照顾家人一样。而允堂，他有您照顾，还有哪里轮得到我？你口口声声家人的，可是你对这个家又做了什么呢？你刚才去哪儿了？能给我个解释吗？我刚才去给素汐买药，中途怎么了？如果还是那些问心无愧、清白无损的话，我听腻了，不想听。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能顺从自己的丈夫，孝敬公婆，我会在这个家给你一席之地的。如果你没那份心思，就早点识相，走人。红雨知道了，谢谢太太，我一定全心全意为杜家着想，真心实意的照顾允堂。等允堂病好了，
让他趁早写个离婚书。既然童玉婉不想悔改，那就不要再拖时间了。是。好，我这就去问允堂。如果他想离婚，我不会赖在杜家不走。允堂，允堂，允堂，你醒醒！二少奶奶想找你谈判呢，你让不让她进来啊？这是他的家，他什么时候想进来就让他进来吧。你这么说，就不怕我吃醋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去开门，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谁让我爱你呢？来。你想和我谈判吗？条件都拟好了。这是我们3个人的事情。允堂，别赶我走。看看这个吧。这就是我和你每次争执的时候，红雨赶过来的时间，红雨小屋和杜家的距离，红雨受伤的时间，红雨带着伤出现在平剧小屋的时间，还有红雨去黎少峰家为我家借钱的时间。二少奶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允堂，你是数学天才，这些数字不会让你头晕吧？你想想，为什么不管在哪儿，只要有对我不利的混乱，红雨都能第一时间恰巧在现场？这真的是恰巧吗？我爱允堂，允堂的事情，我自然每时每刻、每一件都会去关心啊。你又不是顺风耳千里眼，怎么能关心得如此事无巨细、准确及时？你在杜家到底有多少眼线？你究竟买通了允堂身边多少人？二少奶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再装傻充愣了，红姨娘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漏洞百出，居心不良。你唯一的资本，就是和清平长得一模一样。杜允堂，你被初恋蒙住了眼睛，你爱上了一个演技拙劣的骗子。我对允堂的爱情不是欺骗，
我是真的爱他。红雨，最好少说几句，说的越多，破绽就越多。我早知道红雨为了我费尽心机，这又怎么样？她为了爱我，能变成蜻蜓，能在我病的时候不顾一切的去照顾我。你呢？你又在哪里？你跟周廷琛一起去搜集证据，是不是？你的表情出卖了你。纸上的笔记的确是你的，但是那种缜密调查的方式，根本不是大大咧咧的佟玉婉能够做到的。你为了欺骗我，为了不让我知道，故意又重抄了一遍，是不是？我是为了不节外生枝，但我敢保证，那上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。为什么敢保证？因为帮你的人是周廷琛，是不是？他做的事情就是最负责任的、最好的、最让人满意的，是不是？杜允堂，你别转移话题。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。别说了，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就要把你困在这个大金缸里，每天对着那些你最不屑的人，跟他们一起去争宠。我就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，做一些你最讨厌的事情。杜允堂，你不是很讨厌女人之间的争斗吗？你不是也讨厌当一个无聊的看客吗？我就是要对你不公平，就是要把你这出戏看到底。总之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有多渴望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周廷琛得到你。红玉，送二少奶奶回客房。二少奶奶，请你走吧。